俄乌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当然被断网，被断网之后，他们用什么方式呢？美国提供星链。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不演练一下呢？你就叫美国这个提供一下星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段数来讲的话，是不是美国大哥哥可以提供星链来帮助我们？或者就像是日本这个机场一样，你利用你的固网加强它的频宽，加强它的网速来取代这个一般的这种无线的网路，然后让老百姓验证一下对老百姓影响有多大。那之后你要怎么样来改进？可是我们看到这次演习，除了扰民之外，然后之后就没有然后了美制军机为什么接连出事呢？光一轮在新闻大白话就讲过好几起。那这一次是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好，那有2名飞官非常不幸的殉职这是非常坏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德州的 AH-64阿帕奇直升机在例行飞行的任务期间坠毁在附近的空地，2名飞官是当场罹难，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野草野火。那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土耳其的 F-15。这个 F-16的战机失事，也坠毁，炸成了火球。相关的画面也曝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土耳其空军基地的周边，有一架这个 F-16的战机降落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画面已经冒出了火团，发生了事故，随后炸毁也爆炸起火，现场升起了大量黑烟，这成为该国今年第2起的 F-16战机坠毁事故。这些通通都是美制的战机嘛，还有美制的直升机。那今年第3起防坠毁驻日美军的 CV-22 鱼鹰机又紧急降落在日本的机场。好，我们看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有一架 CV-22 鱼鹰运输机紧急降落。美方说这次的降落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而采取的预防性降落。好，说原因疑似是驾驶舱仪表故障出问题了。好，所以很奇怪，美制的军机怎么接连发生了事故，而且都在这个时间点呢？好，那我们也看到中俄现在也联手压制美日嘛，因为中国的部分看到他们的卫星影像曝光，他们扩增054B 型的巡防舰飞弹火力，而且飞弹的发射管增加到48具。好，这个看到相关的卫星影像就显示中国现在这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持续的缩小跟美国在火力的差距，也被视为是最先进的巡防舰升级飞弹携带跟发射的能力，发射器的数量从32个增加到了48个。好，那解放军也罕见曝光他们的191远火骑射战术导弹的射程说超过了500公里，那甚至还覆盖全台的这个台湾的全岛，还有日本的石垣岛。好，我们看到他们的官媒罕见的公开 PHL 的191型的模组化箱型远程火箭炮系统骑射战术弹道导弹的画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就已经曝光了，然后多枚大口径的战术弹道导弹呼啸升空，精确的命中数百公里外的预设靶标。好，所以这个是中国他们也在大秀肌肉。那俄罗斯这边呢，其实呢，日本的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也说，俄军的 IL-20侦察机10、11连续2天都现踪在日本海，沿着日本海向西南来飞行，那并且在是京都府外海附近来折返，再朝北方飞离。日本自卫队呢也派遣战机紧急升空来进行应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路径就是从上面这样飞下来又往上走。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为了因应中国的长程飞弹对第一岛链固定基地构成的打击威胁，部署在日本冲绳加手纳基地的美军 F-22猛禽战机，日前在演练的是热加油的战术。所以有人是认为这个日本还是有很多的准备嘛，他可能也想破共军的第一岛链封锁。那目前在中国，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个人他叫做朱镕基因为呢，他过去是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嘛，1999年也曾经访美会晤克林顿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镕基同志过世呢，也这个登上了不管是中国大陆的今日头条、微博热搜，还有百度热搜的第一，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1999年访美
跟克林顿有进行一些会谈，那也积极推动中国加入 WTO。同年11月，美中就中国加入 WTO 达成了双边协议，所以中国在2001年正式进入世贸，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那朱鎔基在美国要拉中国入 WTO 时期上位，说跟高盛邦的关系掌握美中的金融通道10多年。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就曾提到，当时朱鎔基承担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的过程。那高盛助朱鎔基一臂之力改革中国市场，那朱鎔基也给了华尔街巨大的利益。所以朱鎔基逝世，这个享其寿98岁那当然也是代表一个时代正式的落幕了。好，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军机，现在是美国制的啦，接连的出事，包含美国、土耳其跟日本这边，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些嘎嘎的。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对，这个先讲这个054B 它是054A 的升级版。054A 现在是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飞弹巡防舰里面的主力之一它服役据这个资料大概有44艘。那他2008就开始这个入列到现在，那这个已经用了差不多10几年了那所以他又提升他的新版，就054B。054B 事实上是2023年下水，2026年今年才比较见到他的很多这些更多的资讯那他事实上的话，现在发觉他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他的吨位数比较增加一点，054A 大概是4000多吨，那054B 的话就5000吨，它这个体型加重，然后呢有一些改变，那么在隐身效果这些所谓的对产生折射的这些角度又有更多的修正，隐身性可能更进步。不过最重要，它的攻击火力加强，它的这个垂发就是等于说是这个放火箭的或这个导弹的这些发射装置从过去054B 的32具垂发到现在变成48具，这是很大的前进，它的攻击力就加大了。当然整体来讲的话，性能火力都加强了。那么现在入列的大概只有2艘，那么还有很多正在陆续的再往前赶。因为这艘是等于说是最先进的，所以各方都很关注，尤其西方很多这些军事的杂志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款的这个新的这个战舰的动态了那整体来说，中国大陆的这些军事舰艇不但数量在增加，它的整个的攻击性能也不断在提升，所以这个是各界都很关注，质跟量都有提升吗？都有提升，而且相当的快，而且它造舰的速度也很快。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朱鎔基这一次，其实中国大陆给朱鎔基的哀荣是非常的高。那整个讣文那里面对他是极高的评价他是这个忠诚的党员这个优秀的战士国家领导人永垂不朽不过他最大的攻击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个改革开放过程的关键时代，它发生了关键的作用。那他不但对外沟通，对内呢，他用这个非常坚决的施政的方向那么达成了今天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性的工业了。那不过还有一点，他很受大陆现在很推崇，非常的清廉，非常的清廉。他曾经讲过名言，就是说他希望将来人家记得他的时候，是记得他是一个清官。对，所以介大使也回忆起就这件事情嘛，那所以他有做到他所谓想要的清官。好，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你知道现在来讲，我们台湾老百姓一讲到大陆的导弹，每个都很紧张。但是就我一个老兵来看的话，我更怕的是这个 PHL-191的火箭炮因为这才是真的对我们台澎防卫作战威胁最大的一种火力。这个解放军现在的短程导弹，包括东风15干什么？它一枚大概它数量不见得很多，它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对我们的要点来实施攻击它不会形成一个火力的一个涵盖面。
那另外你讲说它很厉害，东风我们常讲东风17啦，东风26，其实我特别要讲，这都是针对美军的啦，不是针对台湾。针对台湾就是什么？这 PHL-191的这个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又便宜，造价并不是很贵，又便宜，数量又非常多。但是最可怕的是，它非常的精准，它刚好针对我们台湾而来。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它可以 PH-191，它的射程最小口径的，我讲最小射程可以到150公里。那它这个一个火箭车，它有2个发射箱，每一个火箭箱像这种口径比较小的可以装5枚，一辆车就可以装2个发射箱，可以装10枚，射程可以到150公里。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台湾这个新竹距离平潭岛多远呢？距离只有144公里，也就是说，我们新竹机场在开战第一时间就是解放军用这种火炮的射击对象。前2天包括法国媒体还特别针对我们这个来做报道，说新竹空军基地会不会在第一时间就被瘫痪掉了？那我们也在新竹基地演练那种，就是跑道被炸以后怎么样来这个恢复跑道让战机可以起降但是你知道，它1枚的炮弹，我在讲刚刚讲的是它这个第二个。这个射程可以够得到。第二个，你知道它1枚的炮弹，它虽然说一次可以发射10枚，那每一枚炮弹有多大？你知不知道？它的口径是这个口径可以到300公里，300 mm 那么公里那么大。我们前2天不是各位有看到这个我们8寸炮弹从卡车上面掉下来嘛？那就8寸，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只有203公里。也就是说，它这10枚打下，每一枚的爆炸威力都要比我们8寸炮弹的威力还要大。那第3个，老公有没有打过？打给我们看过。去年年底的正义使命，他打了就在平潭那边第一波射击打新竹的外海，第2波射击打基隆的外海，这很明显的是对我们来做警告。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对这种就像是新兵你可能怕大炮，但是老兵会怕机枪。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武器才真正是对我们台湾防卫作战威胁最大的一种武器。是，所以如果是解放军官媒罕见公开的话，也是意有所指是。好，崇涵教授怎么看？中俄联手压制美日在这几年这个所谓两边的这种对阵的感觉慢慢又出来了，特别是中俄的这个关系不是上升到联盟，因为本身中国大陆以前在毛泽东说不结盟不当头，他们不想做结盟的动作，特别是军事结盟，他们尽量避免。除了跟巴基斯坦、跟北韩之外，他们不想做军事结盟，他们喜欢做这所谓战略伙伴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讲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最想要做的，在外交上面那我们来看呢，这个今年5月中美这个结束会谈，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做了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川普前脚刚走，战略稳定关系刚结束，普丁后脚就来所以普丁在5月19号呢跟习见面之后呢，他又确定了所谓的这个中俄之间的所谓战略我们讲全方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本上今年也是这个所谓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第30年，因为1996年他们两边建了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这也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第25年那在这2个关系底下，中俄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过去我们讲他们只是说什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但是呢，在2024年他们两个又增加更强的是什么？包括要对这个境外势力的对抗军事上面的互相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俄之间会有什么军机的操演然后在日本的外海这边合作这些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底下的一个展现那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在各个不同的关系上最高层级的中国跟巴基斯坦他们建立的叫做战略性伙伴关系这个只是一般而已，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全局性的伙伴关系是全局性，而且层次上面不同，层次上面，所以中国在这个字的上面会加很多形容词，它形容词越多，代表说两边的关系是越好越紧密，这战略伙伴关系的越紧密，所以中俄之间的这个所谓战略伙伴关系是高于巴基斯坦，高于其他的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跟特别知道的，而且特别是在2024年，我们知道这个习跟普丁见完面之后，还有今年2026年普丁又来见面之后呢，他们现在两国不仅是在内政事务，在经济、在科技还有国际空间上面都非常的交流非常紧密，所以
我想中俄之间未来在这个军事啊，在这个各个方面呢，会再往上提升一些成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昨天提到了川普哦，他从北约回来的时候啊，其实有偷偷的换机。这件事情哦，真的就大条呢哈，温夸嘛也真的很大条，因为川普啊，他现在被问了嘛哈，他就认了说有秘密换机。那他就讲说啊，这都完全是特勤局决定的，他只是按照他们的安排。他说：“老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的态度，随便啦 ，whatever。”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但后来啊，我们大家才知道，其实连副总统范斯也在右耳机上哈，因为我们昨天本来第一时间不知道范斯有搭这2台的这个飞机，结果后来发现连他也搭了右耳机，所以现在美国国会就要非常生气的查川普到底有没有隐瞒情资。好，最新消息说啊，当时被当成诱饵专机照常起飞原专机，除了随行的媒体之外，那当时诱饵专机飞离安卡拉的还包含了现任第1顺位的第1继承人副总统范斯。好，我就不知道范斯心里是作何感想因为我们昨天还提到卢比欧可能也觉得自己好像可歌可泣好，民主党的议员就质疑说啊，白宫在未依法通报国会的情况之下，将国家元首继任链相关人员跟民用资产作为军事诱饵。这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国安法规跟情报监督程序。好，那 CNN 现在还有一个想法他报道说啊，川普不排除宣布国安紧急状态，准备控制年底的期中选举因为他觉得近期川普在接受访谈时拒绝排除宣布进入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好像要借此来控制这一次的选举可能性。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奥博啦哈。好，那到底现在美军是不是已经被川普逼疯了呢？我觉得是真的用逼疯来形容。其实我们之前不是讨论到的福特号吗？它也在海外部署了非常久时间，当时什么马桶不通啊，然后还有什么房间失火。那后来就换了林肯号过去，这林肯号一部署也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好，那当然有一些重叠的时间啦。好，我们看到它返航无期，所以现在说啊，有多名的水兵还试图要跳海。好，一轮要说珍惜生命这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但是因为中东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军林肯号已经连续250天都没有靠岸补给，创下了现代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最长纪录。所以有人说啊，他们的生鲜已经不生鲜了因为250天很多东西都腐烂了。那也因此里头的船员、水手还有军人非常的难受家属还流泪告诉官员，她在同一天收到丈夫的讯息，说她希望自己明天不要醒来了。好，住在圣地亚哥的洛马也说，她的丈夫曾试图从航舰上跳海，那目前是暂停执勤。她说她的丈夫一再超过负荷工作，如今很怕会遭勒令退伍。那事发之后，她也曾接到舰上的申诉专员来电，说13年的军旅生涯会不会就这样毁了？她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我们看到心里其实也蛮难过因为这也不是他们愿意但是军人他的职守就是命令，说什么他就什么，但是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据美国议员麦克莱文披露，林肯上的卫生跟生活环境都堪虑淋浴间严重发霉，厕所故障失修，那洗衣设备停用数周，长期缺乏热水跟新鲜粮食，所以呢食物腐烂不堪，连肥皂、除臭剂跟牙膏等基本日用品都是短缺的怪不得大家都弄东北调。事件起因呢也说是美国的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他有一名顾问登上了林肯号的航母，希望能够平息舰上官员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但据报道，这名顾问在向聚集的海军跟陆战队员讲话的时候，遭到他们的嘲笑跟水平投掷。塔斯尼姆的通讯社消息人士还说啊，冲突随后升级为刀剑等利器的混战，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不过华盛顿方面没有证实这项的说法。当然这是因为伊朗的媒体做
做的报道啦。那当然大家也会这个核实一下讯息，但有人就笑说啊，美军不是死在战争，而是为川普的任性而亡啊。那川普是销冠因为呢，现在海湾的紧张局势也刺激了国际的油价高企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电动车也是销售持续攀升。巴基斯坦有一位企业主管直言说，伊朗战争让美国总统川普成了年度的最佳销售员。巴基斯坦很多的电动机车企业使用中国产的零件，有少许几家会使用本国生产的车架跟轮胎，但电池跟马达依然是依赖中国的进口。那现在伊朗的央行行长说德黑兰即将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那当然近年持续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跟金融交易，要降低的就是对美元的依赖。所以伊朗可以绕过美国在金砖体系下跟阿联在经济上面联手吗？看来中东的局势更加复杂，川普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但是呢，他还是要打这场战争，我实在是不理解。你看官员都被逼，军人都被逼疯了介大使怎么看？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他这个国防部怎么调动军力的，怎么会让一艘这个航空母舰250天不靠岸？你知道这一艘航空母舰上起码有4000官兵啊，是4000官兵，航空母舰再大，这个因为它很多都是就是要不然就是作战的设施啊、弹药储存啊，所以上面本来空间就是很小的。这个军舰上除了这个官舱之外应该水手的舱都是很小的，都是塞在那个嘎嘎角角里面，然后弄一块地方，一个人就上铺下铺就搞个3、4层睡在那个地方。你要人家这个250天都不落地，不休息一下，对，这个非常，而且你如果说这个洗澡设施也故障的话，大家没办法洗澡，那搞在一个舱里面，那个西方人又因为他们用吃饮食的关系，体味又很重，那是一种虐待啊。然后这上面的话，这个最令人不可思议就是说，它可以让它250天就不靠岸。这个美国又不是只有这一艘航空母舰，美国有10个航母战斗群啊。你这个作战，你过去都是6个月海上的这个勤务，你就要回去了。你现在又是战时的状况，战时就没有正常的操作了。24小时执行的轮班的这样子执行，你会把人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体的体能跟精神极限都耗尽，逼疯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很多啊。这个伊朗的传出来的报道，如果是真的话，那真的太严重了，已经上面这个有这种兵变这种感觉，这个军官跟士兵已经拿着刀子互砍了。这个，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再好的军队那么经不起不会指挥的将领的折磨。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军场上兵随将转，你一群很好的训练有好兵，你被那些那种外行的将领指挥的话，就是最后就是常败将军、常败军，不会打胜仗。可是，一群普通的兵，要一个好的将领手上，就变成常胜军。那现在这个是不战自溃啊，那更可怜啊！这我就不晓得美国现在这个基本上他这个国防部的专业性到哪里了？你会操作武器，你会打仗，这是一种技能。可是你会统御、指挥、调度，这是更是一个高超的技能。它不是3、5年可以养成，是要从一级一级的养成的。那现在你搞个 Hexas， 他怎么领导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而且事实上在大家都要是都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队，所以美国这个形同儿戏会让这种林肯号事件发生。我认为要负责的都是所谓他们上层的领导阶层。对，那上层领导阶层不行的话，就会出现今天美国在伊朗，对吧？打不赢战争，又找不到机会退伍，然后他的统帅最后还要什么？还要去那边躲到那个餐车里面偷偷摸摸的进进出出的，这就是一群外行搞出来的。崇涵教授怎么看呢？川普现在宣布不排除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要控制年底的选举。他其实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叫拯救美国法案的问题啦。那拯救美国法案
简单来讲，现在过了众议院要进入，在参议院还没过，最主要是他们要限制严格限制非公民美国非公民投票。川普要把这个立法，简单来讲，你不是美国公民不能投票，因为他们过去川普在2020输的时候就说有大量的非美国公民投票害他输的嘛。那这个拯救美国法案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在美国要去投票呢，除了你要去他的 DMV， 我们讲监理所登记然后有的是州是要半年以前登记，有一些州是在30天以前登记，你要先登记为选民。那你在登记的时候，他就要求你要拿出具有照片的公民身份的证据，比方说。第一个你要有驾照啊，或者是你要出生证啊，或者护照你在登记的时候就要出示这些给他看那当然有一些州的 DMV 是你只要登记，譬如说你去申请驾照，它自动会给你问说你要不要登记为选民，可以自己勾啦但是他现在要立法，就是你只要在这个他们的监理所登记要当选民，你就要出示有照片的证明 ，OK？ 劳民伤财啊，你要叫他们拿护照去，或者拿出生证明劳民伤财。第二个。投票当天也要出示什么身份证？美国选举不是像台湾这样子，我们选举的时候，拿什么身份证、印章什么？对，我要检查老半天，对不对？三宝嘛，对，有三宝，然后还有那个美国有些州是你只要登记为选民，你当天去，你不用出示任何证明，你就说我是谁谁谁就可以进去，就可以投票。比方说加州，那真的文化加州、纽约州、纽泽西州，大部分是你去了，我是谁谁谁，然后他们看一下他们电脑都有看一下，你已经登记了，好投票。好，所以川普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像德州川普的大选区嘛，德州是你投票当天你就要拿你的驾照，或者是你要拿你的护照，他们对，德州比较严谨，但是有些州没有那么严谨，甚至像亚利桑那州，我们台积电的地方，亚利桑那州是你只要拿水电瓦斯单去就可以投票了。那川普现在硬要过这个，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你劳民伤财，大家都已经做好这个，你为什么要再做一次？可是川普说，你看看乔治亚州当年我就输了那几万票啊，问题是乔治亚州合格选民820万人。等下叫出来看，大概只有20个非法选民在那个册子里面呢，他们真的有去查。那你这样子为了那20个非法选民，你要叫大家重新全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律规范，大家都要去拿出记恨呐。对，这个美国选举是非常的，因为他们选区太大了，人民又多，因为他也不能选下一届啦。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想要借此来控制他的一些声量。是，将军怎么看？因为我们学军事在做一个攻击作战的时候，我们会分主攻部队、助攻部队，还有一个部队叫佯攻部队这个佯动部队这3个部队你知道谁的伤亡会最大？佯动部队伤亡会。佯动是什么？佯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这个假装的意思。佯不是。佯假的意思，佯动就是假装动的部队是。那你知道主攻、助攻跟佯动部队这3个谁的伤亡会最大？佯动会最大。为什么佯动会最大？反而主攻部队伤亡会最小。我一定要保全主攻部队，让他秘密潜伏攻入敌人的阵地。那佯动部队就是吸引敌人的炮火嘛。所以佯动部队一定是这个伤亡最惨重。那我觉得川普很懂得军事，你看他这个知道做一个佯动部队，叫副总统去当这个诱饵然后如果说这时候如果真的是这个伊朗有潜伏到这边，用这种监射型的对空飞弹去打的话，那当然这个川普很刚出发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我在这架飞机上面，然后他就溜走了。他为了让这个佯动的效果，为了达到更加气氛的效果，把副总统摆在飞机上面，把这些政府官员摆在飞机上面，把记者摆在飞机上面，那是不是就是说告诉这些这个伊朗的特工部队，你们就打这一架飞机，那我坐别的飞机走这很明显的是，我认为来讲的话，当然是非常的不道德啊！你这个牺牲自己的副总统，牺牲自己的官员，牺牲这些记者的生命，只为了让自己能够金蝉脱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道德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讲说它在海上250天，大家不要忘了，它有2件事情让海上的官兵是没办法。第一个是空间很小，其实我个人去参观过这个我们台湾的潜舰。你知道潜舰官兵通常他们是轮流，就一个铺位是轮流上去睡觉的甚至于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铺位是摆在哪里呢？是摆在鱼雷上面，那人就睡在鱼雷上面，因为空间非常的狭小，只要有一点点的空间就摆上铺位，摆上生活设施。那你想想看，在那种地方，这个人的生活会不会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
难怪说为什么潜舰官兵他特别有一个潜舰加级，就是这个弥补他精神上的一个压力哈。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刚刚有收到这个韧性的演习的警报哈，因为观众朋友应该在2点半的时候都收到，就刚刚3点钟结束的时候，哇，他又再响了一次哦，刚刚我真的被吓了一大跳。好，那我们就来看哦，这个韧性演习刚刚一度，我们的新闻大白话在北部的直播是没有讯号的就是没办法连上。好，这是所谓政府说的降速吗？好，之前在台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讨论了，看起来没办法传讯息，根本就是断网。好，那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在今天北部登场哦，那不听管制最高就可以罚15万。好，那我们也看到了，没有配合裁处3到15万以下的罚锾。好，希望大家刚刚都没有出门吼，就是专心的在家里看我们的新闻大白话。那今天的北部演习网络会降速，那桃机就喊说要提早报到，备妥信用卡跟现金。好，因为会影响到一些线上的报到，尤其有网络降速的状况的时候，那电子机票还有登机证开启，还有行动支付等功能，所以桃机是说要提早的抵达，而且备妥实体信用卡跟现金，否则就会半个小时都卡在那里。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粉专谁比朕更有力 2.0 哦，他说怎么连桃机也没有办法提供免费的紧急备援 WiFi 呢？因为如果它会影响到这个大家的一些行动支付等等要带现金的话，照理来说桃园国际机场应该会有 WiFi 可以用吧？如果连紧急备援的 WiFi 都没有，那这个粉专就说演习个屁。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日本他们就常常会有类似的演习，所以就说一样是断网，他们呢其实就会有一个国家提供的紧急网路，叫做0000 Japan， 就大家可以连上这个部分来进行这个网路上面的搜寻。但是呢，台湾呢则是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大实话，说你看是一样断网，台湾人民要这个自己想办法来习惯备援手段，日本政府主动提供免费的紧急备用网路，怎么连桃机也没有应变计划，居然还要旅客准备现金或是信用卡？说明进党政府要断网演习，就是要测试政府有没有能力迅速建立紧急备用的系统，而不是要人民自己像爬屋顶一样，要自己的找网路。确实我们也提到了，如果现在要城镇韧性断网之后，或是降速之后，然后呢？照理来说，不是应该告诉我们说，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而不是知道这个状况就没有然后了好，那日本强震手机没讯号怎么办？就看到我们可以用0000 Japan 赶快来连上。那这个是不需要输入账密或认证就能直接连上网路。那反观台湾的断网演习，让民众变成无头苍蝇。好，那日本准备让 AI 加入了主动式网路的防御。那这个报道讲说，最快明年就会有保护战机跟雷达，重大的反制仍然由人类来进行决定。好，所以日本在相关的部分上面做得蛮周全的那当然反观在台湾，我们是第一次有降速的演练看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配套。那目前中国跟印尼有消息说他们的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来进行演练。那解放军这边也公布了现场的画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解放军红河舰跟印尼海军的来号护卫舰，他们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展开了通信的操演、海上补给的科目，那提升两国联合行动的能力，要深化务实合作，也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那这两国其实在的地方是比较引大家关注，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这是不是也更形成它把我们形成内海化嘛？所以也引发了很多关注跟讨论。好，那东部战区更指出说红河舰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的简语，还有信号旗语等等跟印尼的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了海上通联跟指令的传达，所以按照双方他们的预先拟制的方案，是顺利的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好，
好，那这件事情哦，让美国国务院发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别放大北京破坏稳定论述。哦，主要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们说啊，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持续的这个军事施压，要跟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他呼吁其他国家应该鼓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而不是放大北京破坏稳定的论述。好，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这话说给谁听呢？不是只有说给中国听哦，还说给了印尼这边听。好，那我们也看到自由有一篇独家特别说他们有个印尼的军舰航机这是根据军事粉专 Taiwan ADIZ 的记录，说印尼的军舰8号从日本横须贺港出发之后，在11号出现在台湾东部以及东南海域来绕行一圈。但是从整体的航行资料跟动态观察，说这个舰没有其他异常的举动。12号晚间已经转向了南下返回印尼。所以大家就看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中央社在昨天晚上特别发了一篇文。好，这文是什么呢？说是印尼海军的澄清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外交部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不满。好，那说他们会知会印尼这方来进行说明。好，印尼这边的海军说，澄清跟共军的演练是交会演习，而不是作战性质。好，那当然交会性质跟作战性质有下必不港呢。那当然我们来问这个来宾怎么看。好，但是一开始的承认任性，今天到了北台湾。那目前看到确实到底网络算不算降速？我个人认为只要传不出讯息就是断网了。将军怎么看？这根本不是演习这就是100%的扰民。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演习？演习就是我们设定一个状况我们称之为演习想定就是战时的时候极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境。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来验证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可行性如何。那这个计划经过演练之后，我们发现可能中间有一些缺失，或者是必须要改进的地方这才是演习的目的。那试问一下，这次的所谓网络的降速演习，对民众来讲，除了说感受到我网络使用的不便，除了说是扰民之外，那对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说你真的要做这方面演练，那你应该有相关的备用计划。那战时的时候，如果说网络一旦断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因应老百姓？我怎么样提供老百姓来因应？可能你没办法达到100%，但是我最起码可以提供你50%的这种网络的使用的能量。比如说是俄乌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当然被断网，被断网之后，他们用什么方式呢？美国提供星链。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不演练一下呢？你就叫美国这个提供一下星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段数来讲的话，是不是美国大哥哥可以提供星链来帮助我们？或者就像是日本这个机场一样，你利用你的固网加强它的频宽，加强它的网速来取代这个一般的这种无线的网络，然后让老百姓验证一下对老百姓影响有多大。那之后你要怎么样来改进？可是我们看到这次演习除了扰民之外，然后之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认为说是国防这个整个立法院针对这件事情，既然做了那么大演习，那全民也都是非常的瞩目的一次演练。那之后来讲的话，要不要叫国防部或者叫 NCC 给一个答复？那这次演练完之后，你们得到什么心得？你们得到什么教训？那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改进？我觉得这才是有演习的目的嘛。因为你不能演习完以后就没有让大家体会一下，你网络不够的时候你会有多痛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在做政治的宣传让大家感受到，如果说你不一起参加抗中保台，那万一打起仗来，你被网络断速，你的后果就是这样。那我讲一下印尼这个军舰演习这很明显，在战术上面这叫什么？你知道？这叫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甚至我们都知道，这个菲律宾美国一直在伙同菲律宾在南海那边滋事闹事，然后不管是黄岩岛或仁爱礁，最近尤其是这段时间闹得是不可开交，尤其是当菲律宾将黄岩岛划出领海基线，而且提交到联合国的秘书处之后，然后整个南海地区是闹得非常凶。但是你要知道，这次来讲，其中有一个在南海里面有一个是域内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印尼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这个美国伙同菲律宾在南海这边跟中国在这边闹事，那中国我就找印尼这反而是南海的域内国家
到台湾，我们台湾的东侧海域这边来做一个演习。这很明显的军事上的演习，我觉得意义不大了。你看他演习的科目其实都是很单纯，但是政治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是你如果说是你美国伙同菲律宾一直在南海闹事，我今天就伙同印尼到这个台湾东侧海域去那边做相关的军事，如果做相关军事演练，那你美国来讲扩大你整个的防御范围，你本来只要在南海，现在发现说台湾东侧海域你也必须要有军力去那边顾及那边，那你有没有能力去顾及？那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这个能力伙同印尼在台湾东侧来搞一个1天的演习？我觉得印尼现在有求于中国了。我们知道印尼现在普拉博沃当选总统之后这一阵子由于他的这种什么免费的午餐还有这个镍矿来讲的话，国内通膨的非常严重，经济状况也非常不好。那他现在极想又要在苏门答腊那边再盖铁路，希望中国能够借钱给他，能够贷款给他，继续盖这个铁路。所以现在中国对印尼来讲的话，可以说我开口叫什么，你愿意帮我的话，我以后在这个投资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可以帮助你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可以伙同印尼在台湾我们东边闹事。但是倒霉的是我们台湾了，我们台湾你想想看。这个如果说一天到晚搞成这样，那是不是就像是日俄战争在东北打一样？那现在美国跟菲律宾跟中国这边的事情闹到我们台湾东侧海域，那我们台湾有什么能力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海疆？是，所以美国之于菲律宾也等同于中国之于印尼，是类似的概念。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这次这个断网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对，你断网就让它真的断吗？这很奇怪的你在发生紧急状况的话，你要立刻要有替代方案嘛。你现在就显示说你根本一点备案都没有，就让大家就是要警告你一下你要到时候都没有网络，你就知道日子难过的意思是不是？所以觉得是恫吓意味比较强。这恫吓自己人，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你要知道，像这个很多地方发生天灾的时候它最主要断网原因是你那个基地台都被毁掉了嘛。对，所以你就不通了嘛，那很多地方就没有网络了。你知道，通常现在国际上作为的话，你不见得能够接到星链那你要有接收器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去预设布置可是呢，你做了没有？没有做。那你要怎么做呢？现在是用这种所谓的无人机，无人机本身取代低基台，而且它的 cover 范围可能就可以把你整个台北市就 cover 住了，所以就可以把它立刻有补救措施。我们在乎的说你有什么补救措施，对不对？你演习也就是被人家打得很惨，是不是？那你这演习的目的是吧？人家把你东西毁了，你就大家忍受，这是你演习的目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演习不晓得是在玩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那些一大堆英语老师在那边干嘛的？然后英语老师就说让台湾人吃点苦他们都没有叫，他们回忆的在报纸上已经批评说台湾人很冷漠我们想过好日子，对为什么一定要吃苦呢？对，我们过好日子，你要我们觉得我们过得不够辛苦，是不是？对，那你为什么你去美国去弄对啊，你为什么在台湾搞这一套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很失焦的一次这个演习，有的是很莫名其妙。对，那你要管制什么呢？所以。搞了半天，这个两岸就是将来所有的受害都是台湾，就是对。那我们养了那么多部队，就准备在台湾打一场决战。那这场决战是不是能够避免呢？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战争这条路呢？这都让我们去思考的那不过有人是尽量表演，然后这个监军又那么多，人家以前这个监军都是派太监，这是派英语教师来台湾监军，那表现的那么卖力，做给人家看，那不要让我们自己老百姓付出代价，生活很不方便像我们今天有活动的，还有那个半个小时的那个不准，我们就整个行程就乱了。所以我觉得你要算一下这一次你演习，你造成多大的社会成本、经济的成本，你这个停顿，你会有很大的经济成本在里面。你不要看你要经济成本损失多大，还有你把台湾弄成很不安全，大家每天都觉得战争就在你身边战争就随时可能发生。我告诉你，这会造成社会的恐惧心理，很多资金就要外流了。
你天天演习以后，谁还来你这边投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啊，事实上啊，做了一些很多有欠考虑的事情，拿来做什么？为了一个单一的目的，其他付出的代价好像都不算代价，所以这样子主政啊，真的是让人忧心。好，崇怀教授怎么看呢？这次演习哦，就这个断网，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啦，是让这个整个演习更深入到城镇啊。其实深入到城镇，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是让你更有感啊。因为以前一般的这个演习都是在路上净空，然后你可能在这个，特别是在路上或者使用大众交通工具，会感觉到是演习。但是如果你在商场啊、百货公司啦、学校内啊、办公室的，坦白讲，你会觉得关我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政府想要改正什么不教而杀谓之贼啊，我就一直念，他就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说我们要打仗了，准备要打仗了，让你更有感觉，那就所谓的断网。那我相信更多年轻人，他现在放暑假，在百货公司、在商场的小朋友一定觉得，断网哦，演习，原来这就是叫演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让大家感受到，但是感到我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做这件事情哦，打个问号啦。那我讲到中国跟印尼，其实。印尼坦白来讲，它的外交政策在普拉博沃下面呢，它就是经济靠中国，军事还是靠美国。哦，它是跟中国是中国是它10年来最大的贸易伙伴。哦，然后整体贸易额大概到了1680亿美元2025年。那又要靠那个亚万高铁，现在要盖新的铁路。然后呢，他们甚至在军事上面呢也有一些交流，比方说中印之间呢。他们有进行2+2的对话，在2025年的时候，然后甚至印尼有一度想要买中国 J10C 的战斗机啊，所以在军事上面也有一些交流。那这一次这个所谓军事演习，坦白来讲啊，它是一个所谓的交会演习。简单来讲，就是两边的军舰会通知彼此对方说，我们什么时候会交会，什么时候是要会面，在什么位置，然后呢较短了，然后就结束。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军事演习，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我们讲的双方的海军的演习。过去中国跟印尼已经有过所谓的海军的军事演习，比方说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飞弹巡航舰护卫舰柳州舰跟数千舰跟印尼有合作啊，然后2023年在亚丁湾的中国的这个编队航行结束之后，也跟印尼有合作，这些是稍微比较正式一点的海军演习，但是比起美国跟印尼之间的这个所谓军事演习，这都是小太多了。所以坦白讲，我觉得普拉博还是很聪明，他知道说他抓紧了所谓东协之间所谓不选边，经济想要靠中国，安全要靠美国这种概念，他在他的外交上跟国防上面，他也想在做这一个，所以他这次又做这个交会演习。大家别忘了，美印之间的演习更多，比方说我们知道过去有个超级贾鲁达之盾嘎鲁达之盾它是一个战略防务，它是更正式的军事演习，所以美国跟印尼之间已经有更正式的海军军事演习。它比较偏重于包括把日、澳、英各国加进来进行高强度的实弹跟两栖。中国跟印尼之间比较还是在所谓的反恐演习啦，所谓海上救护上面比较低强度的，这点是我觉得中印跟美印这个演习之间比较大的区别。是。好，那因为我们讲到今天的城镇作战演习嘛，城镇韧性演习。好，刚才3点钟的时候，一轮还真的被警报响了刚刚介绍完警报之后，我竟然忘记介绍来宾，实在就拍谁好，那当然因为这个警报一声，所以才会像这个将军说的，其实有点扰民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